全中国总共有136个大大小小边境县市，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，也是我这趟旅行的目的地。丹东在东北，但这座城市本身又没那么东北。它背靠群山，面对鸭绿江，气候湿润，植被茂盛，有北国江南之称。而它的对岸就是一个封闭的国家——朝鲜。这次我从大连出发，自驾去探索这座边境小城。3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丹东已经傍晚了，这里就是我订的民宿。这次订的民宿在月亮岛上，月亮岛在市区的一个小岛上，它这边是丹东，然后那一边就是朝鲜了。看一下，客厅，2个房间，哈喽啊，卫生间还挺干净的。这阳台，今天雾太大了，看不清对面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对面，对面就是朝鲜。这个民宿每天是500块，有点小贵，2个人人均就是250。看看书架上的书，决战朝鲜，商务韩语。放完行李，先出去觅食。我馋丹东的烤肉已经很久了，所以第一顿就它了。我点了1份盘肉，1份黄蚬子，然后还有几个串儿。这家的串很一般，但是盘肉和黄蚬子很绝，肉提前腌过，很入味，可以不用蘸任何料直接吃。哎，你看这个蚬在动，黄蚬子在烤盘上烤出一汪水，然后连汤带肉一口气炫进嘴里，绝了！本来打算吃完烤肉就回去睡了，但是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丹东的雨月实在太美了，就像是文艺电影里才能看见的那种样子，我一定要拍给你们看一下。其实原本来的时候，下雨天让我觉得很焦虑，担心自己这一趟没办法按照计划走。但回过头来想，旅行的另一面就是迎接意外的发生。正是因为下雨，才让我看见了这座东北小城在晴天里看不见的样子。早市不仅仅是买菜的地方，更是这个城市最鲜活的缩影。5块，便宜了！人们一天的忙碌就在这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开始。4斤100。先尝尝好不好吃的没？先尝。大哥，这什么鱼啊？花鲢。啊，这么大，怎么卖啊？不下10个便宜了。用我的拿这个，用我的。逛了一圈早市，我去吃了大名鼎鼎的好日子拉面。大家来吃一定要点小碗，大碗真的巨大，根本吃不完。
下午又下起了小雨，所以我决定去抗美援朝纪念馆溜达一圈。我现在已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里面了。这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家级专题馆，也是全国范围内最全面的一座。进馆是免费的，只需要在小程序上提前预约就行。展览的内容很系统，从战争背景到战役细节，再到志愿军的生活状态。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，我们都学过抗美援朝，但在那时候与之相关的很多内容都只是考点啊，在填空题里的答案，完全没有实感。现在站在这个纪念馆里，再看到墙上的那些名字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不再是书上冷冰冰的某某某，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张具象的、生动的脸，有的眉头紧锁，有的神情坚毅，有的还带着青春的笑容。我外公是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小时候听他说起过以前的故事，可当时的我既听不懂，也没有耐心听。但现在看着这些作战地图和志愿军的旧物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似乎触手可及。许多人渡江而去，而其中的很多都没能回家。从纪念馆出来，我叫了一辆车，准备去河口坐船看一下对岸的朝鲜。来的人多吗？生意怎么样？所以这个季节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是一天一趟啊，那挺好的。那一般来了都是去河口那边吗？丹东是主打这一块，鸭绿江，朝鲜。现在已经到河口了。没想到下雨天人还是挺多的，大家都在这里等雾散了才可以上船。终于上船了。咱来旅行了吗？哎，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有个店镇，验证啊。我们一个村里干同一服装的东西啊，这也没有。村里是组织的。啊，对。挺好哈。来玩吧。不是，你们哪的？我们大连过来的。大连呐。我们也上大连去玩。去玩了，大连怎么样？和身边来旅行的阿姨唠了会嗑，终于船开了。小雨一直在下，天空雾蒙蒙的，我们只能隐约地看见对岸的人影，有人在骑车，有人穿着军装，还有人在田里劳作。我们在这边张望，和他们招手，带着好奇和想象，拼凑对岸的生活。基本上他们挣的钱呢，一多半上吊了因为朝鲜呢住房是国家统一分配的，孩子上学、医疗，包括用水用电，全是免费的。能近距离观察朝鲜是丹东最广为人知的特点，但其实在更早的年月里，普通人的生活和朝鲜并没有太多的交集。在80、90年代，这座城市因轻工业的发达而名噪一时，不少家喻户晓的国货品牌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牡丹照相机、孔雀牌手表、菊花牌电视、黄海客车、康齿林牙膏，还有……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，便会想起东方起落啊！在时代的变迁中，如今丹东也在寻找着答案。丹东年轻人多吗？是留在本地的？好的呀，基本上好的全走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收入特别低，这个没有什么发展。这边房价怎么样？均价在7、8千块钱吧。7、8千？比南方的可能便宜点。对，能便宜点。可是呢，根据我们这个收入吧，有点高。这边人均收入大概多少？哎呀。
我在河边坐了好久好久，看着河边来来往往的人，觉得心里很舒服。恍惚间好像回到了暑假的某一个傍晚，时间慢悠悠的，最大的烦恼也只是暑假作业还没有写完而已。游泳在这游了60多年，我65年就在这游。我在我们学校，在我们班里我是游泳最好，在我们单位我游泳都属于前几名，也就差不多。哎，我的游泳这么说，都是我带他们的。那是我的小外孙，外孙同学在上海带来的。您在上海也待了挺久的，待10年呢，这不才回来吗？他们的小学毕业了，是现在上初中了，这不回来了。原来在那带他，从没出生我爱人就过去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工作都辞了。晚上也不讲这个人呐，老啦，唱歌跳舞，这个不让你走，晚上你白天热闹，你晚上这呀，你晚上来，我晚上来。晚上在江边闲逛，像大爷说的那样，晚上果然热闹得很，游人络绎不绝。我也在这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游客照。3、2、1。身边路过的一家3口在说，这趟丹东之行太完美了。我在心里默默点头。这里不像1线城市一样高楼密布，也谈不上飞速的发展，但人们生活得很从容，也很踏实。当然今年好多年轻人都回来了，考公的特别多，一批一批的。然后他们就觉着，我也看过了，我也体验过了，我也知道打工人或者是被领导什么感觉之后，他可能也想回来轻松一点啊。其实在外面真的很累。你觉得上海住着舒服还是丹东住着舒服？哪也不如丹东好，是吗？大连也不如丹东好。在外人眼中，这里是边境，是一座偏远的小城，而对当地人来说，这里不是尽头，是他们日复一日生活的起点。